北京時間明天早上9點，荷蘭要踢一场全世界最别扭的球。别扭在哪儿？对面那只摩洛哥，好几个主力是荷蘭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，阿姆拉巴特、马兹拉维、萨拉赫贾埃丁，就这仨，都是生在荷兰的城里，从小在荷兰的少年队踢出来的。阿贾克斯、乌特勒支这些荷蘭俱樂部一手带大，结果长大了，一个个穿上了摩洛哥的红绿球衣。今天回过头来要把荷兰淘汰掉，而且这还不是零星1、2个。摩洛哥这回带来的26个人，差不多20个都不是在摩洛哥出生的。头一场对巴西，他们摆出来的首发11人全部生在国外。世界杯踢了快100年，头一回有球队干出这事，就是这么一支队。2022年在卡塔尔一路把西班牙、葡萄牙挑落马下，踢进了世界杯4强，非洲和阿拉伯世界100年来头一回。现在他们又来了。小組賽逼平巴西，站到了荷蘭面前。可你仔細想想，挺有意思。這些孩子明明荷蘭生、荷蘭長，咋最後都改踢摩洛哥了？今天這一場，老馬就好好給你嘮了這幫荷蘭養大的孩子，他們一個個是咋回到摩洛哥的，又是咋差點把整個足球世界給掀翻的。先把這幾個荷蘭養大的孩子一個個認認。頭一個阿姆拉巴特，摩洛哥隊的中場，跑不死的那種硬漢。他出生在荷蘭一個叫海曾的小城。土生土長的荷蘭孩子，從小在荷蘭烏特勒支的少年隊練出來的。他還有個哥哥叫諾丁，也是摩洛哥國腳，哥倆都給摩洛哥踢。第二個馬茲拉維，現在踢英超曼聯，是個能攻能守的邊後衛。他生在荷蘭的萊頓附近。更厲害的是，他是荷蘭豪門阿賈克斯青訓出來的。阿賈克斯什麼地方？就是荷蘭最會培養年輕人的那家俱樂部，專出好苗子。馬茲拉維就是這家帶出來的，給阿賈克斯一線隊踢了100多場。這回對巴西，他就是首發。第三個更典型，叫薩拉赫簡埃丁，年輕的左後衛，現在荷蘭勁旅埃因霍溫踢球。這哥們兒生在阿姆斯特丹，荷蘭隊的各級少年隊他一路全踢了，從15歲踢到21歲，17歲那級還跟着荷蘭隊拿過一個歐洲青年賽的冠軍。說白了，荷蘭是真心實意拿他當自己人培養的。可到了去年10月，他正式改了，國際足聯一批准，他就成了摩洛哥球員。還有個齊耶赫，很多人一提摩洛哥就想起他。齊耶赫也是荷蘭生的，荷蘭的海倫芬、特溫特、阿賈克斯一路踢上來，當年也代表過荷蘭的青年隊，後來改投了摩洛哥。他算是這批人裡的開路先鋒，頭一個趟出這條路的。不過這回他33了，摩洛哥換了新主帥，走年輕化路線，沒把他選進這26人名單。所以今天這場你在場上是看不着他的，咱就把他當個引子。記住，有這麼1號帶頭的人就行。認完這幾位你就明白了，這事兒真不是趕巧。一支摩洛哥隊湊出這麼一大批荷蘭生、荷蘭養的人，背後是有門道的。這門道咱下一段說。要說清楚這事兒，得先說一個詞兒，叫雙國籍。啥意思呢？這些孩子爸媽是從摩洛哥到荷蘭來的移民，他們自己生在荷蘭，父母是摩洛哥人。這麼一來，按兩國的法律，他們能同時拿倆護照、倆國籍。踢國家隊的時候就有了倆選擇，要麼踢荷蘭，要麼踢摩洛哥，兩邊都是正經合法的，談不上誰對誰錯。荷蘭這邊有摩洛哥背景的人是真多，光荷蘭全國祖上是摩洛哥的就有40多萬，大多扎堆在阿姆斯特丹、海牙、鹿特丹、烏特勒支這幾個大城市。這麼大一個群體，幾十年下來，自然就冒出來一茬一茬會踢球的好苗子。早些年，這些苗子裡頭最好的幾個是被荷蘭隊挑走的，像阿費萊、布拉霍茲、阿德姆馬赫，都是有摩洛哥背景，最後選了荷蘭隊的。摩洛哥那會兒挺無奈，看着這些本來也夠格的好球員，一個接一個選了荷蘭。後來摩洛哥想明白了，與其乾等着，不如主動去找。他們專門跑到荷蘭，搭了一套球探班子，盯着那些有摩洛哥背景的年輕人，從小就開始接觸，聯繫感情。等這孩子到了要做選擇的歲數，摩洛哥已經把工作做在前頭了。這套打法，外人給起了個名兒，叫荷蘭行動。有家體育媒體說的挺直白，論場外這步棋，摩洛哥走得最漂亮。那為啥這些孩子最後真就奔摩洛哥去了？說穿了不玄乎，挺實在的一個理兒，就倆字兒，能踢。你想啊，荷蘭是傳統強隊，世界排名常年前幾，會踢球的人一抓一大把，位置就那麼些，盯着這位置的好手排出去，老長一隊。這些荷蘭生的摩洛哥孩子，在荷蘭隊這個體系裡，很可能就是排不上號，等啊等，等不來那件首發的橙色球衣。可摩洛哥這邊不一樣了，
摩洛哥真心需要他們，給首發，給主力，還能帶他們去踢世界杯這种最大的舞台。搁你身上，你咋選？同樣是踢球，一邊坐板凳看不着头，一邊当主力上世界杯，這账誰都会算。所以這事兒真沒那麼多悲情，就是倆護照的人奔着能踢上球、能上大舞台的那一邊去了，正常的很。摩洛哥现在這位新主帥叫瓦赫比，賽前有人問他：“你這隊裡好多人都是在國外出生的。”他回了句挺實在的話：“踢球的時候，忠誠只屬於身上這件球衣。”他還補了一句：“對這些球員來說，摩洛哥就是第一位的。”這話說的敞亮，搁哪支移民球員多的隊都立得住。行了。人是咋聚起来的？咱說明白了，接下來更带劲，就是这麼一支拼起来的队，是咋在世界杯上掀翻天的？把時間倒回到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那一屆，摩洛哥被分在一個不好踢的小組，同組有上屆亞軍克羅地亞，還有歐洲紅魔比利時。賽前沒幾個人看好他們。先說小組賽，一個小組4支隊，先各踢3場，排名靠前的才能繼續往下踢，這叫出線。摩洛哥頭一場對克羅地亞0-0，誰也沒占着便宜。第2場碰上當時世界排名第2的比利時，摩洛哥踢得又狠又穩，硬是2-0贏了下來。注意，這場贏比利時是在小組賽，不是後頭的淘汰賽，咱可別記串了。第3場再拿下加拿大，摩洛哥小組頭名出線，乾淨利落。真正封神的是後面的淘汰賽，淘汰赛你就記住，單場定生死，輸了立馬回家。16強，摩洛哥碰上了昔日冠軍西班牙。兩邊踢滿120分鐘，0-0，誰也沒破門，只能罰點球。點球大戰就是兩隊各派5個人，站到門前12碼，一個一個輪着踢，誰罰進的多誰贏，特別考驗心理。結果西班牙一連3個人罰丟，摩洛哥的門將布努跟長了8隻手似的，把球一個個擋出去。最後摩洛哥隊長哈基米不慌不忙，一腳輕輕挑射，皮球飛進網窩。摩洛哥淘汰西班牙，全場炸了。8強對葡萄牙 ，C 羅那支葡萄牙，摩洛哥有個前鋒叫恩簡內斯里，禁區裡高高跳起，竄得比門將還高，一記頭球把球砸進了門。1-0，就這一個球，摩洛哥把葡萄牙也送回了家，殺進4強。這4強可不簡單，8強就是全世界剩8支队，4強就是只剩4支。在摩洛哥之前，非洲球隊最多也就擠進過8強。4強的門誰都沒摸着，摩洛哥這回一腳踹開了，給整個非洲、整個阿拉伯世界爭了口大氣。半決賽他們碰上最後的冠軍法國，0-2沒頂住，季軍賽又惜敗克羅地亞，最後拿了第4名。可就這第4名分量太重了，撐起這個奇蹟的正是開頭說的那批球員，生在歐洲，長在歐洲，回過頭來給摩洛哥玩命的這群人。行，2022這段先唠到這兒。哎，對了，喜歡老馬這麼唠球的，右下角點個訂閱，第一次看球場場不落。2022那批人大部分還在，這一屆2026他們又組團回來了。小組賽摩洛哥被分在 C 組，同組有5星巴西。第一場摩洛哥就跟巴西踢了個1-1，逼平了奪冠大熱門，後面2場拿下蘇格蘭和海地，最後小組第2出線。這兒得多說一句，別誤會，摩洛哥小組第2可不是被巴西甩開了，摩洛哥跟巴西倆隊积分一模一樣，都是7分，最後是靠净胜球分的高下。净胜球就是你进的球减去丢的球，誰多算誰前面。巴西比摩洛哥就多那麼3個，才壓了個第1。說白了，這倆隊一個檔次，摩洛哥差的就是個零头。再看看摩洛哥现在手裡這幾張牌，個個有來頭。隊長哈基米踢法國豪門巴黎聖日耳曼的，世界頂級的右後衛，往前能助攻，往後能防守。2022那個制胜點球就是他罰的。還有個布拉辛迪亞斯踢西班牙皇家馬德里的，皇馬什麼概念？歐洲拿冠軍拿到手軟的那家頂級豪門。迪亞斯今年初在非洲杯拿了個最佳射手，非洲杯就是非洲的洲際大賽，跟歐洲杯一個意思。他一個人进了5個球，狀態正旺。门將還是那個布努，撲點球的好手。鋒線上有埃尔卡比，專門進球的主。這套陣容淘汰過西班牙，淘汰過葡萄牙。巨人杀手這名號不是白叫的，哪支豪門碰上他们都得打起12分精神。說完摩洛哥，再看看荷蘭。荷蘭是什麼隊？世界足壇的老牌劲旅，踢過3回世界杯決賽，可惜3回都是亞軍，一直差1個冠軍。論底蘊，論身價，那是實打實的豪門。這一屆荷蘭狀態也不賴，小組賽 F 組他們拿了頭名，其中一場5-1大勝瑞典，踢得相當解氣。
帶隊的主帥是科曼，荷蘭名宿。後防線上压陣的是范戴克，你記一下這名字，他是英超利物浦的隊長，中後衛，当今世界最好的中卫之一。往那儿一站，跟一堵墙似的。所以明早这一场，纸面上荷蘭是更硬一些的，身价更高，世界排名更靠前，整體经驗也更足。要是单看實力對比，荷蘭占上風。不過足球這東西從來不是紙面上誰強誰就贏。摩洛哥這幫人從小在荷蘭的青訓體系裡踢出來，對荷蘭怎麼踢门清，這是荷蘭得認真對付的一個现實難點。再加上摩洛哥那股子巨人杀手的劲头，誰敢說豪门就一定穩贏？明早9点，北京时间，墨西哥蒙特雷的球场，這是2026世界杯的32強淘汰賽。今年世界杯擴了軍，一共48支隊，比往屆多打一輪。先從32強開始捉對廝殺，單場定勝負，輸的當場回家，贏的才能挺進16強。荷蘭還是摩洛哥？明早就見分曉。最後，老馬想跟你嘮點這場球背後的事兒。摩洛哥這支隊給全世界提了個挺新鮮的醒，原來一支國家隊還能這麼建，把出生成長在法國、西班牙、荷蘭、比利時的移民後代一個個動員起來，組成一支隊，照樣能打進世界杯4強。這一套正在悄悄改足球的玩法。往後的強隊啊，可能不光看你本土能出多少人，還得看你能不能把成長在海外的好苗子一個個招進來。至於明早這一場到底是紙面更硬的荷蘭拿下，還是摩洛哥這幫歐洲長大的球員再爆一回，老馬也不敢打包票。你覺得誰能贏？還有個問題想問你，要是你手裡也有俩國籍，一邊是坐板凳的豪門，一邊是當主力上世界杯，你會咋選？評論區告訴老馬，咱聊聊這場明早就開打，想看的別忘了訂閱。老馬接着給你盯着世界杯，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